别，不要了，我真的到极限了。我跪在地上，眼泪流了满脸，一个赤裸上身的男人手持皮鞭站在我面前，他的声音依然温柔，动作却一刻未停。宝贝，我们才到一半呢。死过一次之后，我花了8000万，雇了全纳瓦罗最贵的男模陪我过夜。花了这么多钱，服务绝对对得起价格。他使尽了我这辈子从未试过的所有花招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正跨坐在他身上，把他当作晨练工具，房间里突然多了一个人。我的丈夫，黑手党家族的教父，莱昂内·维埃里。第1章。莱昂内·维埃里让保镖把那个男模拖了出去，然后将目光锁定在我身上，用冰冷的声音问道：“他碰了你哪里？”我的脑袋还有些昏沉，笑得没心没肺，嘴唇、胸口、大腿，他碰了你喜欢的所有地方。莱昂内的眼神一暗，脖梗上青筋暴起，他对身后的人下令，把他剁成18块，扔了。我脱下被汗水浸湿的衣服，走进浴室，随你便。上一世，我和莱昂内结婚整整7年，人们称我为牌后。我帮他赢得了纳瓦罗的每一家赌场，陪伴在他身边，看着他从一个被追捕的罪犯一步步爬到了黑手党教父的位置。他功成名就后，疯狂地爱上了赌场里一个新来的荷官，他叫布利斯·曼奇尼。他是被人卖进赌场的，他干净得像一张白纸。莱昂内将他安置在 VIP 发牌室，亲自教他洗牌和算牌。有一天，我打开家族内部系统，发现我的婚姻状态变成了已离婚。我去质问莱昂内，他根本不在乎。布利斯无依无靠，如果他得到教母的头衔，就没人敢动他。纳瓦罗赌场的人都把你看作女主人，你又何必在乎一个头衔？我失控了，冲进发牌室，当众扇了布利斯一耳光。那天晚上，我那个为莱昂内卖命的弟弟杰森·卢索被人拖了回来，他们当着我面打断了他的双腿，把他扔在后巷。安娜，这就是你动布利斯要付出的代价，莱昂内冷冷地说。我求他住手，他却没表现出丝毫怜悯。我看着杰森脸色惨白，在我眼前死去，一股热流涌向下身，下腹传来撕裂般的剧痛，我的视线变得一片漆黑。再次醒来时，我回到了发现自己婚姻状态被更改的那一天。这一次，我没有大闹，我悄悄卖掉所有藏起来的珠宝，订了一张机票。我只想带着杰森逃离那个恶魔莱昂内。在家族内部系统确认我的状态确实是已离婚后，我去了市政厅。工作人员告诉我，女士，系统显示您已于7天前离婚。直到那时，我才确定，我的上一世并非只是一场梦。离婚日期竟然是我的生日。那天，我甚至还曾体谅莱昂内的忙碌，包下了有现场乐队的屋顶餐厅，预定了烟花。从黄昏等到午夜，莱昂内始终没有出现。我只收到了300张他和布利斯床上的照片。我从记忆中挣脱出来。回到赌场时，我看到莱昂内的黑色豪华轿车停在门口。上一世，我像个疯子一样冲上去质问他。他怕布利斯看见我，在布利斯还没下车前，就把我拽到了角落。这一次，我悄悄躲到了一根大理石柱子后面。车门打开，莱昂内先下了车。他绕到副驾驶座，亲自为布利斯开门，每一个动作都透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温柔。一个身穿淡蓝色连衣裙的年轻女子怯生生地下了车，显得局促不安。站在那辆闪亮的豪车旁，她显得格格不入。莱昂内脱下西装外套，披在她肩上，然后揽住她的腰，领着她走向赌场。莱昂内·布利斯犹豫着停下脚步，我只有你了，我不能再失去了。他转过身，将她紧紧拥入怀中。他的声音坚定而温柔，那是我从未听过的语气。你怕什么？从现在起，你就是纳瓦罗赌场的女主人，只有你才配得上这个位置。如果你不喜欢这里，我就找个安静的地方，为你建一座度假村。那些曾经对我毕恭毕敬的工作人员，此刻都在向布利斯鞠躬。
他们簇拥着那个像受惊小鹿般的年轻女子，将她迎进了那个金碧辉煌的地狱。我用双手捂住腹部，等他们全都进去后，我才踉跄着从藏身处走出来。我擦干眼泪，眼中只剩冰冷坚定的决心。之后，我独自去了医院，预约了流产手术。第2章，医生盯着 B 超屏幕，眉头紧锁。卢索女士，您的身体情况很特殊，过去7年您从未怀孕，如果终止这次妊娠，您可能再也无法怀孕了。我苦笑道，我已经离婚了，我不想我的孩子生下来没有父亲。冰冷的麻药注入静脉，我的意识逐渐模糊。意识消散之际，我仿佛看到了从前的莱昂内。他把耳朵贴在我的肚子上，笑着说，这孩子长大肯定是个赌神，得从摇篮里就开始教他玩扑克。他甚至打电话给老教父，说他要给孩子取个最吉利的名字。他搂着我保证，等找到人接手赌场，就带着我和孩子离开家族，3个人环游世界。他告诉布丽斯，他才是唯一配得上赌场女主人位置的人。那一刻，所有温情都已化为齑粉。醒来后，我拖着虚脱的身体去了杰森的病房。谢天谢地，这一次，杰森只是在外执行任务时受了点轻伤，休养一阵就好。上一世，我眼睁睁看着他被活活打死。这一世，我不能再那么蠢了。我联系了黑市上的一些人，花了一大笔钱，买了2张3天后飞往圣托里亚的机票。如果走正常渠道，莱昂内会立刻知道。接着，我打电话给唯一还信得过的线人，给了他一笔钱，让他悄悄为杰森办理出院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才终于松了口气。我拦下一辆出租车，报了一个距离家族别墅几条街外的地址。我一直有这个习惯，我的仇家太多，不能让人直接跟到家门口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刚一下车，一个男人就从后面捂住我的嘴，把我往后拖。我奋力挣扎，但没走2步，另一个男人抄起棍子，狠狠砸在我的背上。剧痛袭来，温热的鲜血瞬间浸透了我的衣服。不用猜，肯定是莱昂内的仇家。赌场抢占了太多地盘，想杀莱昂内以及他身边所有人的仇家，能从这排到港口。我伸手去摸包里的刀，但手臂被粗暴地拧到身后，手机也被抢走，摔得粉碎。老实点，婊子！掐着我脖子的男人咒骂着，把我拖向路边的一辆货车。就在我几乎绝望时，一辆熟悉的黑色豪华轿车从主路拐了进来，是莱昂内的车。我用尽最后力气，嘶哑的尖叫，挣扎，拼了命想引起车里那个男人的注意。车子明显踩了刹车，慢了下来。他看见我了，但下一秒，豪车却毫不犹豫地加速，疾驰而去。透过车窗，我看到莱昂内在副驾驶座上，将布丽斯揽入怀中，遮住他的眼睛，不让他看向我这边，仿佛那个正被拖走、即将丧命的女人不是他的妻子，只是一幕他不想让布丽斯看到的丑陋场景。那一瞬间，我体内所有的挣扎和希望都消失了，剧痛和寒意将我吞噬，黑暗笼罩了最后一丝意识。第3章，醒来时，我躺在私立医院的病房里，门没关严，走廊传来低低的说话声。维埃里阁下，夫人这次伤得不轻，如果她知道曼奇尼小姐的事。说话的是莱昂内的私人医生本·布鲁诺。他没说完，就被莱昂内冰冷的声音打断，管好你的嘴。你的职责是治好安娜，其他的是少管。安娜在赌场混了这么多年，心狠手辣的事没少做。布丽斯不一样，她干净的像张白纸，根本不是安娜的对手。他顿了顿，声音压得更低，如果安娜醒来闹事，就把杰森带来威胁她。那是他唯一的亲人，他不会不管。我的手指紧紧攥住床单，咬破嘴唇，血腥味在口中蔓延。那晚我帮莱昂内拿下纳瓦罗的赌场时，他曾看着我的眼睛说，安娜，从今以后，纳瓦罗没人敢动你一根手指头。他曾对我许下的誓言，如今给了另一个女人。他曾视我如珍宝般保护，如今却是我唯需要防范的威胁。
听到脚步声走近，我闭上眼睛，假装刚醒。醒了，查清楚了，是上次在赌场出老千的那小子。记得吗？我们打断了他的手，莱昂内说。然后他把一份文件扔到我面前的床上。签了这份和解协议，绑架你的人就会把东码头让出来。东码头是城里最后一块干净的地盘，临海，没有赌场，也几乎没有见不得光的生意。我想起莱昂内对布丽斯说，我会找个安静的地方，为你建一座度假村。所以，我身上所有的伤，都只是他为他新欢打造金丝龙的谈判筹码。我嘶哑地问，莱昂内，你什么时候谈成的这笔交易？是他看到我被拖走的那一刻？还是更早以前，决定用我的血为布丽斯铺路的时候？莱昂内皱起眉头，显然不喜欢这个问题。我扯了扯嘴角，不再追问。答案是什么，已经不重要了。或许是为了安抚我，接下来的2天，莱昂内一直留在我身边，在我的病房里处理家族事务。但他的手机从不离手，连吃饭时，他也会拍照发给布丽斯，脸上带着我从未见过的柔和笑意。我看着他侧脸，忽然想起7年前，第一次见他，不是在赌场，是在一条漆黑的巷子里。他出老千被抓，几个持刀的男人围着他，眼看就要被砍掉手臂。我正好赢了一大笔钱，一时兴起救了他，后来把他拖回我的公寓。没过多久，我家乡的父亲欠了高利贷，被毒贩推进了坟墓。他们抓我去抵债，冰冷的针头抵上我的血管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莱昂内带着他的人出现，救下了我。莱昂内日夜守在我床边，寸步不离地照顾我。之后，我帮他建起了一家小赌场，然后帮他拿下一家又一家赌场，除掉一个又一个对手。我知道自己的双手早已沾满洗不净的鲜血，但就算全世界都觉得我脏，莱昂内也没资格这么想。第4章，出院后，莱昂内以家族事务为由，再未露面。我第2天就要走，趁他不在，我回到纳瓦罗赌场顶楼的套房，从保险柜里取出护照和几份重要文件。走出电梯时，双腿突然一软，向前栽倒。我没有摔在地上，因为一双纤细的手及时扶住了我。你没事吧？一个柔软怯懦的声音问道，脸上写满担忧。我抬起头，对上布丽斯清澈的眼睛。他穿着赌场荷官的制服，但那身衣服穿在他身上，依然显得格格不入。他不认识我，大概以为我只是个输光了钱、失魂落魄、到处乱晃的普通客人。我没事，谢谢。我稳住身形，准备离开，他却没松手，反而拉着我的胳膊往员工休息室走去。你脸色好差，过来坐一会儿休息下，好吗？鬼使神差的，我没有拒绝。他给我倒了杯温水，又从自己的储物柜里拿出一包面包，吃点东西。他说，输了钱别太难过，早点回家吧，你的家人一定在等你。见我没回应，他犹豫了一下，从制服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塞进我手里。这个你拿去打车，但机票钱我真帮不了你，他说。我的喉咙发紧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我多想告诉他，离莱昂内远点。他薄情寡义，他展现的每一分温柔，都只是糖衣下的毒药。但话到嘴边，又被我咽了回去。如果他知道我是谁，肯定会去找莱昂内对峙。到时候背锅的一定是我。我只剩下1天了，不能拿我和杰森的命去赌。我接过布丽斯递来的钱，道了谢，匆匆从后门离开。刚踏出门口，一个冰冷坚硬的东西猛地抵住了我的太阳穴。是枪。我本能地想回头看一眼，布丽斯已经倒在走廊地板上，不省人事。不等我动作，枪托重重砸在我的后颈，将我击晕。醒来时，我和布丽斯被绑在一个废弃仓库里。布丽斯颤抖着低声啜泣：“你们是谁？为什么抓我们？”一个脸上有刀疤的男人狠狠扇了他一巴掌。“因为你是莱昂内的女人！”他吼道，“他抢了东码头，断了老子的财路，懂吗？他们是西区上次绑架我的那帮老千的同伙。”
莱昂内刚用我签的和解协议换来了那块地盘，幸好他们没认出我。而布丽斯最近一直跟在莱昂内身边，自然成了靶子。我小心的小幅移动手腕，用藏在指甲下的小刀片切割绳索。在刀尖上填写这么多年，我总是给自己留条后路。刀疤脸以为我只是个倒霉的普通赌客，朝我啐了一口：“你跟他一起被抓，算你倒霉。打电话给家里，50万就放你走。”布丽斯哭得凄惨，对我说：“对不起，连累你了。但别怕，我未婚夫很厉害，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”提到莱昂内，他眼中闪烁着全然的信任。我闭口不言，更快地割着绳子。刀疤脸的电话似乎没打通，他恼怒地踢翻了一个铁桶。妈的！莱昂内不接电话。行，给他送份大礼，让他清醒清醒。他捡起地上的刀，目光猥琐地在布丽斯身上打转。我在医院看到你和莱昂内了，你怀了他的种，对吧？太好了，咱们把那小杂种剜出来，让莱昂内好好看看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布丽斯果然怀了莱昂内的孩子。